台湾真的是一个诈骗之岛，台湾一天骗走5.19亿啊！法官、律师、检察官、警察、官员都是诈骗集团，还有台湾人骗不够，骗到移工身上，搞到现在大家开始制作印尼、菲律宾、越南、泰国4国的防诈机选指南哦。难怪郭宇轩作为诈骗集团的先锋，不惜前进合肥，因为台湾太卷了。陆委会骂骂咧咧，郭宇轩多地实行诈欺犯罪，来办方案说两岸协议执政受到影响原因众所周知，中方严格依法办案，依法保障相当权益，说的是都没有向台湾通报人身安全自由限制名单，对此表达严重的遗憾跟不满。赖清德每天把老共当塑胶的，在搞两岸挑衅事情，结果你陆委会才是塑胶的。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台湾大学毕业生郭宇轩最新消息发现，他不仅实施诈欺，他是在多地实行诈欺犯罪，依法严格办案。朱凤莲的国台办发言人就说，依法办案，依法保障合法权益，维护两岸同胞的生命财产安全是我们一贯的态度。陆委会主委邱德正说郭宇轩到上海已经将近1个月，陆方直到台湾关切才对外释放被他们拘禁的消息，这段期间呢都没有向台湾通报人身安全自由限制名单，也没有通知郭的家属。陆委会对此表达严重的遗憾跟不满，但又怎么样呢？犯法就是犯法啊！朱凤莲说两岸协议执政受到影响原因众所周知，中方严格依法办案，依法保障相当权益。简单来讲，郭宇轩这个事情之所以会炸裂，很简单，还是因为两岸的氛围太糟糕啊，所以导致呢中方已经完全不鸟民进党的执政了。陆委会就继续骂骂咧咧啊，但问题你陆委会还能做什么呢？你什么都做不了啊！你每天指人家鼻子骂，每天干掉人家，结果你现在要人家乖乖跟你通报，你这当别人是白痴吗？赖清德每天在搞两岸挑衅事情，他是不是觉得可以一边把人家祖宗十八代骂臭，然后一边觉得说你为什么不鸟我？你是把老共当塑胶的，结果搞了半天你陆委会才是塑胶的。半途跳车介绍人全说苦劝不听啊！介绍人诚信男子他说他当初因为前游艺长老板介绍工作，他也分享郭南，发现过程有异，极力劝阻郭南要考虑清楚，但是他好像似乎有经济压力，还是个人需要这笔钱，决定铤而走险前往大陆，而他半途退出还被诈团恐吓如果没去会被追杀，所以该劝的都劝了，反正就是要拼看看。哇，你拼看看，你是跑去大陆拼诈骗啊？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台湾现在诈骗市场实在是太卷了。台湾现在一天诈骗金额，根据打诈仪表板诈骗的统计光是单日可以达到600多件，高达4.4亿啊！台湾的诈骗已经饱和了，你知道吗？再给大家看一些更进阶的数据光是113年9月9号当日数据，新北市一天就可以骗掉4600万，6都平均诈骗金额最低的高雄市也在3000万以上，最少的单日诈骗受理数也有65这个诈骗仪表板是警察局的诈骗仪表板，所以台湾人疯诈骗真的是太疯狂太可怕了，全员动起来骗。我觉得诈骗已经到完全饱和的状况还有台湾人骗不够，骗到移工身上了那这个是非营利组织的 140 今天跟富邦银行发布的移工金融理财大调查，结果这个调查跌破众人眼镜今年以来移工有30%被骗，移工本身就是个经济弱势，没想到来台湾赚钱还被骗了17亿元台湾的诈骗有这么卷的吗？卷到连移工都要被骗，而且移工人骗多少钱？移工平均每个人被骗了7000多块27的移工曾遭受诈骗，最扯是竟然有15%的人被骗3次以上，这实在是非常夸张那移工被骗的形态呢，以假亲友借款、跨境汇款、网站购物3类为主另外全台每24万名外籍看护就有10名有1名亲眼目睹长辈被诈骗的经历。台湾真的不是诈骗之岛吗？搞到现在大家开始制作印尼、菲律宾、越南、泰国4国的防诈机选指南甚至连会计师都被骗了1.7亿那警政署最近做了全台大扫荡，官方数据到8月底至今，平均每天诈骗金额在3到4亿之间，光是7月份就被骗了110亿，更扯淡的是到了8月被骗了137亿，被骗的里面有各种知识分子，连警政署长之友、会计师也通通被骗，台湾人骗到外籍移工，什么都能骗，真的是非常的屌。从5月23开始呢，新的行政署长就开始疯狂的打诈行动他发动了12天新一波的打诈扫荡的行动，抓了1019团的诈骗集团，6200多人，查扣了现金、虚拟货币、房屋、车辆，资产有70几个亿我的天哪，这实在
这还是每天抓哦，但是每天依然有3到4亿元的诈骗金额，一年到下来，台湾光是有登记在案的诈骗净损就要1200亿到1300亿这样夸张的程度。然后去年蔡英文政府所宣布的官方统计诈骗数据是88亿，事实上的状况跟民进党所宣称的状况简直是完全差异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啊！内政部最新的打诈仪表板，一个月要受理至少2万件的诈欺案，财损金额是上百亿啊！这数字背后不仅是金钱损失的切身之痛，对社会的安定、金融发展更是沉重打击。但政府一筹莫展，尤其蔡英文政府实在真的是烂到透顶。说实在的，我要肯定赖清德，虽然借着打诈肃贪在肃清他的政敌没有错，但他顺便也处理了非常多的诈骗案件。但我们的诈骗集团已经彻底失控了，我们真的是一个诈骗之岛。我再给你一个数据，今年到8月，光邮局主诈案件就达到了1381件，金额达到5.3亿元。今年诈骗案件成长 29.4%， 诈骗金额成长 25.8%， 也就是说我们今年诈骗以 25% 的速度在高速的增长。这个还是赖清德上来之后，他开始比较有在要求警察要去抓诈骗。那如果没有去抓诈骗，我看这个事情可能更加的失控啊，更夸张的是，之前律师、法官、检察官全部参与在诈骗集团里面，还有连警察也变诈骗集团的律师。诈骗集团的大本营是高雄一间豪华招待所，整面墙的水族箱，这是诈骗集团首脑的办公室。诈骗集团如此豪华，2名员警当军师是关键原因。诚信员警之胞弟为诈欺车手头，每借其胞弟与洪姓员警认识，洪姓员警有侦查队背景，熟悉检警调侦办诈欺案件之手法。2名员警抽成 4% 到 5%。诈骗集团有了2尊警察门神守着，被害人遍及全台，受害金额更高达1亿3000多万。随便一个诈骗集团金额就是上亿台币。所以我们台湾已经到了无所不诈，法官、律师、检察官、警察都是诈骗集团，更别说之前民进党的立委陈欧珀使用诈骗集团主嫌的房屋跟车辆，还敢公然的出来喊说我是冤枉的，太可恶了，你知道吗？已经从台湾骗到大陆去了，去大陆诈骗是高风险欸，各位，大陆的法规诈骗到一定的金额以上要判死刑的。可是为什么我们的诈骗集团呢，在台湾这么轻罪，关一关又放掉，关一关又放掉哦，常常也判无罪或者缓起诉？因为台湾一天有700件的诈骗案，骗走5.19亿啊！好的诈骗集团也诈不了身，彼此之间也竞争得很厉害。难怪郭宇轩作为诈骗集团的先锋，不惜前进合肥，因为台湾已经榨不出油水了。